我努力骑上来，被关门了，我还努力在骑，但。嗨，大家好，我是雷哥。现在我们人在南投台14线上的观音瀑布停车场。今天我们要骑的路线就是最标准的西进武岭。虽然武岭拍过很多次，但是最近3年间西进武岭我是完全没有骑过的啦。毕竟阴影还在。这次我来骑武岭的目的也非常单纯，就是为了迎接接下来川藏线高海拔、高爬升的练习准备。之所以会选在这么奇怪的地方做开场，不是在地理中心碑，原因就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免费的停车场，但是没关系，因为我爱慕虚荣啦，所以等一下还是会回头去骑5公里，抵达真正的埔里地理中心碑，从那边再去起点做武岭的骑乘。从新竹开车到这边，时间还没有到9点，天气还是有点冷的。但是今天看一整天的天气预报，也是非常的大好天气。西进武岭的总里程大约53公里，总爬升大约2800公尺，沿途还很长。所以我们先赶快骑回起点埔里，在那边吃个早餐，马上开始我们的爬坡。不要说到晚上啊，冬天晚上就很冷啦。超滑的，怪不得会摔车。好，现在我们抵达台湾地理中心碑但是因为在整修当中，所以完全看不到碑。其实台湾真正的地理中心在从这边往上大约100-200公尺海拔的虎头山上，那边才是真正的地理中心。但是我们总不可能在爬武岭前，然后还要再去爬一个100-200公尺的坡，浪费体力。基本上车友都是在这个台湾地理中心碑干道的旁边去做一个拍照打卡。虽然地理中心碑来过很多次，但是地理中心这4个字的定义，想必大家也是不傻傻。其实地理中心它的定义就是我们在数学上取面积的中心重心，有点难理解，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想象成把台湾的形状印出来，剪下来之后，用手指撑起来，可以平衡不会掉下来的那个点，这里就是地理中心，也就是台湾的埔里。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我高中国英数社会自然里面，我最差的就是数学，所以就不要再继续讲下去了。第一次吃这个 7-Eleven 的剥皮辣椒滑蛋烩饭，卖相不错，吃起来也不错，有一点微微的辣感。其实我是不太能吃辣的，但是它的微辣是我能够接受。5个虾仁，然后还有满满的蛋，看起来就蛮有食欲的。有一大堆部落客都在介绍这一款，但是我在附近找了好一阵子都没有找到。没想到今天专程来到埔里，准备展开一场漫长的单车之旅之前，可以吃到这个好吃的烩饭。吃完早餐时间9点15分，这个时间太晚了，基本上不会再有车友往上到武岭了。那之前我爬武岭以竞速的方式去骑的话，大约是5个小时左右。今天我们骑车着重在恢复耐力的部分，再加上途中也会讲解，所以就不要抓得这么紧，可能6到7个小时以上，用一种维持运动的节奏，有训练到，但是又不会造成身体伤害，也不要把时间拖太晚的一个折中的速度，慢慢骑上去咯。今天的天气还算温暖，你刚刚查了一下路况管制，基本上今天是没有管制的，不需要在翠峰或者渊峰折返，是可以直接往上，也算是我恢复骑车的第3个礼拜，算是最大的挑战。之前的2次渔老爬升大约1700、1800左右，这一次要直接再加1000上去，我觉得可以啦。那我们就出发咯 ，Go Go！7换了，而且8点到20点，不是24小时了，还是我记错了？因为是很久以前的记忆了，我记得这边是 7跟全家都有，至少还有便利商店，那就还好了。10点10分抵达人子关，比我之前比赛的速度只慢了10分钟而已。再加上现在是冬天，所以会有一些冬天衣服的重量，还有1公斤的空拍机。虽然这次有带来，但是时间不太够，所以上坡的过程中我就没有特别打算拍了。
如果下坡的时候阳光还有的话，我再来补一下画面。骑车速度、状态、呼吸什么的，我都觉得恢复到一定的水准了，状态不错。但是刚刚出发的时候，我忘了做暖身运动了，所以之前一直提到的右脚的阿基里斯腱，刚在爬的时候有一些感觉。毕竟距离第一次的震波治疗也过了2个半礼拜，想说骑完这一次武岭之后就回去准备要做第2次的震波治疗。这边教大家一个简单阿基里斯腱的暖身运动，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离心运动。这个运动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找一块有高低落差的阶梯，然后脚尖踩在阶梯上面的一半，然后之后慢慢的上升下降，然后速度越慢效果越好。最后再来介绍一下人子关这个地方，人子关是进入雾社山区的咽喉要地。自古以来是有名的难关要塞，照着念稿不是我的风格。根据我之前学到的历史课本的知识的话，人子关这边也算是日治时期总督府跟原住民之间治理的分界。在很长的一大段时间，日本人也不太敢踏进人子关的这个区域，毕竟里面是原住民在统治的，所以进去会有很大的风险。当然，如果有看电影《赛德克巴莱》的话，也知道之后就发生了著名的雾社事件，这边就不太多赘述啦。回到骑脚踏车本身，人子关这边也算是一个坡度的分界点，前面大概都是缓上坡的，大概2到3%，在过了人子关之后，坡度会翻倍，一路到雾社都是5%的陡坡。第一个要迎接的大难关，但是武岭最难的本来就是它的沿途长连续爬升。对于要爬武岭的人，在前面人子关的这个阶段，还完全不到可以掉以轻心，然后甚至恢复体力的程度。那我们一样就稳扎稳把，热身完了，我们就继续前进，出发了 ，Go Go！我觉得状态还不错哎。其实从雾社开始，我就没有记之前比赛是花多少时间骑的，但是一路骑过来都是用一个很舒服的回转速，体感的速度也不算慢，骑起来呼吸什么的也都很顺畅，感觉就是在状态内。当然，就跟我前面说到一样，到雾社这边其实也还不到前面1/3，不如说到雾社状态就不对的话，后面的旅程就堪忧了。而且在经过刚刚的离心运动、阿基里斯腱暖身之后，也比较没有这么需要限制输出疼痛的感觉了。途中还有一些余力举起这一台平面相机去拍一些风景。趁着现在还有体力的时候，多用这一台平面相机录一下。等一下到了没有体力去举相机的时候，我们再把360相机挂上来。也因为没有360相机可以让我边骑车边讲话拍到脸的镜头，所以我就会倾向每个点都停，稍微讲点话，让影片不要这么干。那也不需要太长的休息，休息了2-3分钟之后，我们马上出发前往下一个点。印象没错的话是，就清境了吗？有这么快吗？好像就是清境嘞。看到你惊讶了一下，谢谢。维生素补给，好，谢谢。都洗过了。哦，好啊，好啊，都洗过等一下路上吃一吃。太厉害了，太厉害！我真的是超佩服你的。对啊，加油加油加油！想说练一下。对啊，4月就要。拍个照可以吗？好啊好啊。你看一下有没有那个酸辣毛锅？今天太冷了。对啊。对，想说爬上，现在还可以，爬上去就太冷。你今天也是攻武岭吗？对，应该没管制吧？没有。好，谢谢，谢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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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今天不止天气暖，骑车舒服，人情也暖。看到眼前这一袋五彩缤纷的水果，枣子、番茄，爬山蛮需要这一种又甜又有水分，吃起来清清凉凉的。只是因为水果不好带嘛，有重量有体积，但是爬坡爬到一半，有好心人送这样的水果吃的话，是真的蛮开心的，而且还是洗过的，不用切，不用削。
也不会留下垃圾，直接要了。还有一个夹链袋，可以装等一下干粮吃的垃圾。这一袋真的是从包装到内容物都非常的有用，非常的实用。也因为今天天气没有到很冷的原因，我觉得至少应该是可以骑车撑到小瑞士。延续上个礼拜的余老，这礼拜状况也真的是蛮不错的。所以我们就是把眼前的这个状态转换为时间，等一下看一下我们下坡可不可以再多补一些空拍机的画面。每次骑经过这边，不是窑烤鸡，就是香肠的味道，还有小猫猫。但骑脚踏车就是这样啦，还没上坡完，先把作业完成，转身下坡的时候，好像又不需要吃了，应该要补充多一点蛋白质。最后又是吃 7。骑完一趟车，最需要的好像也不是什么丰盛的料理，就是想要赶快洗个澡、洗洗睡，然后隔天早上睡到自然醒之后看动画，结束这个美好的周末。其实，在路上我一直是很不想停车的，因为状态很好，但是总是会让我看到这些从树林的缝隙之间露出来的壮丽风景。不差这1分钟啦，停下来好好的拍一下。我也知道沿途有好长一大段时间没有讲话了，可是原本是想说在小瑞士休息，肚子确实也有点饿，但是我看了一下最高小七清境门市距离也不远了，那就继续撑一下。撑到小七再好好的大补一下。像这种爬坡的路程啊，你不举起相机的话，其实你有一半的视角都是拍到把手。虽然从单车角度看，这个视角会蛮有临场感的，但是我还是习惯像这样子把相机拿起来，风景占大部分。但有个问题就是你在爬坡当中，你要空出一只手拿相机，有点累。没有双手骑车的情况下，你的核心就要用力啊。我的腰本来就有一些小问题，30秒还好，1分钟其实就有点 hold 不住了，更别说在腾出一只手腰痛的情况下，还要边骑车边讲话，这就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没关系，等一下我们骑到最高小七，吃完饭休完息之后，我们就把360相机装回来。从清境过后，印象没错的话，陡度又会再上升一个小阶级。那个时候我也不太想举起相机拍啦，再往后就以360为主，边骑车边讲话咯。现在大好天气，骑到清境最高小七，我觉得在台湾最舒服的骑车季节就是出太阳的冬天。春天地板潮湿，夏天有很多蚊虫，太热了。秋天有时候秋老虎出来也受不了。冬天只要像这种大太阳不下雨，我觉得气温是刚刚好的。这个周末我查了一下 Windy， 看了一下，几乎不会有下雨的几率，就二话不说直接冲来武岭这边。从这个最高小七爬到武岭，还有1300公尺的爬升，里程20公里。武岭就是这样，就是当你觉得骑得很顺啊，很有自信的时候，一看里程牌，哇，还有20公里。我刚在骑车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腿酸的感觉，直到我停车休息、下车下来买东西的时候，那个后劲才开始慢慢发酵，开始有点酸。但毕竟现在没有在比赛，稍微停下来吃个饭，休息了20分钟，刚刚的那些酸痛的感觉又慢慢的消去了。这个就是我现在想要抓回来旅行节奏，不需要像竞赛一样分秒必争，但是骑车要有这种动态恢复的感觉，让你可以一天一天的骑下去。截至目前为止，身体的状况啊、把握啊、途中的一些应对，我觉得都是相当满意。但话不要说太早，就跟刚刚讲到的一样，还有1300公尺。同时，今天也是赤手攀登的主角霍诺德要去爬101的日子。刚查了一下新闻，礼拜6延期到礼拜天了，不知道明天的天气还会不会再延期。其实我有蛮多话想要聊的，边骑车边聊，把握时间。那我们继续出发 ，Go Go！
不该吃那一碗关东煮的，现在肚子有点胀。要稍微适应缓和一下，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冬天骑武岭，距离上一次的西进武岭已经是3年前了，那一次还是在晚上骑的，所以就算武岭我骑了很多次，但是现在眼前的景色都是让我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开阔，哇！因为空拍机现在就在我背包后面，有一种冲动想要把空拍机飞起来，这一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过了翠峰管制站之后，直到鸢峰这边是一个灰色地带，因为是国有的连地，理论上是要先申请取得许可。过了鸢峰还是昆阳之后，就是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飞空拍的话就是需要提前申请。之前我有讲到几个可以飞的点，就是雾社。然后清境的天空步道的范围以外，之后就是翠峰。至于那些灰色地带的，就不要去试啦。你只要被检举了一次就是3万。刻印在 DNA 里面的记忆，过了这一段之后，我记得就有一个小下坡，现在裸露在外面的皮肤被风吹过来，还是蛮冷的。现在骑到台14甲 16K， 从雾社起算到武岭也算是骑了一半了。动态恢复的感觉比较慢了，一来是因为高海拔，二来是因为刚吃的有点多，血液被分去消化食物了。对于武岭这一趟路线来说，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毕竟它是扎扎实实的陡坡，爬升海拔2800，不喘。脚不铁腿才怪。高海拔的适应也是这一次我想要舍近求远，专程来爬武岭的原因。你从海拔0爬升到海拔1500，跟从1500爬升到3000，这2个是一个不同的感觉。现在我就是想了解这样的感觉对我身体的影响，果然会比较喘。好，现在抵达了翠峰，距离抵达武岭的2段下坡也全部消耗完毕了。其实翠峰这个点是不应该休息的，以竞赛的角度来看的话，毕竟你才刚经历了2段下坡的休息时间，你应该要把休息的时间留在更后面。但是从旅行拍片的角度，停下来讲讲话还是比较好的。之前大多数爬武岭的时候都是一个单趟，所以我没有特别留意，就是没关系，反正铁腿撑上去就对了，转头就下坡。但今年我想要挑战西藏线，所以我想要用心感受一下这个高海拔对身体变化的影响。在骑乘的当下，我觉得是还好，主要是它动态的恢复。在低海拔的时候，你可能体力是100分，然后你边骑车减10，然后边恢复加8，减10加8这样的节奏。高海拔的时候就是减15加5，减15加5，流汗的频率也会增加，呼吸也会变喘，脚也会变得越来越铁。一天是还好，但是如果你要骑个2、3天，或者说都是在高海拔上面进行骑车的话，那你可能要尽可能的去适应这样的感觉，或者说直接把步调放慢。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3275，但是在3个月后，我们的基础海拔是从3000的基准开始起跳，上2000下2000这样子玩。见到陌生人不会叫，见到熟悉的车辆反而一直在叫，应该是认识的啦。休息归休息，但是我们也不要拖太久，稍微讲讲话，我们马上出发 ，Go Go！ 没有打档的那个叫塑胶车，157，好像3部和4部坏掉，然后买这台，这已经15年了，加油加油！好，谢谢。这样算下来，这一趟西进武岭比我之前巅峰状态的3进武岭最后的那一趟西进还来得慢。载重绝对不是借口，那个时候不止载重，而且还被武岭摧残了2次了。还是那一句话，有利有差。现阶段不求能够回到巅峰，但是可以回到一个让3个月后的我比较舒服的阶段，那也算是 OK 了。身为热带国家的台湾人，对雪蛮执着的，专程开车上武岭去打包了一团雪回家。那个雪是怎么样固定在车上，经过9弯18拐的下坡震荡，还不会被甩出去的？而且这么大的一坨雪，我觉得到雾社可能都还不会融化哦。有什么意义吗？不知道，但是开心就好。从翠峰的树林区过后，现在开始就是整个视野的开矿区，而且今天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往下看，农路茶园房子一清二楚，真的很想飞空拍机，但是今天没有时间了。再加上我刚爬这一段坡也有点累，停下来稍微往下拍一下咯。
其实是还可以再撑的，只是就跟刚刚讲到的一样，动态的恢复没有补上来，距离武岭还有一段路，也不希望骑完这一趟之后马上就铁腿，短休个1-2分钟这样子。也因为翠峰这边视野开阔的原因，所以你可以往前看，看到你现在目测的最高点。在以前解说西进武岭的影片都会提到说，眼前的最高点，你大概连续看个第3次、第3轮就会到渊峰了。现在感觉好像第1轮都不到，然后就喘得要命，鼻涕狂吸。谢谢。哇，好舒服哦！天气温度最合适，视野超级辽阔，往下看金光闪闪。比起速度的快慢还是练车什么的，先抛一边去。我觉得今天要我最享受的就是这个风景。每个人的骑车目的都不一样，有些人是追求快速度，有些人是追求长距离的挑战、自我实现。我是觉得我每一点都沾到一点，但是其中成分占比最大的就是崭新的风景，心旷神怡的风景。直到剪片剪到现在，我还是以风景为主体，雷哥放第2。虽然有点不太适合现在影片越来越短，要快速抓住观众眼球的这一种审美观，但是风景是主角的这一点，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坚持。好，这一瓶多少？235。好，一支1元是5000的。没关系，不用。等一下你要骑下去。啊，没关系，我有带吃的。对，谢谢。没关系，对，谢谢。原定今天霍诺德是要去攀爬101，但是我猜应该是有下雨，再加上天气冷又有风的原因，所以就目前暂定是改到明天。相信大家对霍诺德这种国际名人，尤其是在运动的人，一定都知道他的名字。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徒手攀爬酋长岩，在没有任何安全防护的措施下。但是在底下的留言也有看到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哎呀不要命啊，然后101怎么会允许这种活动？确实，像这种极限运动是有一定的风险，而且风险还不低。但反过来说，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风险的人生多么无聊。小时候听爸妈的话，好好的念书读书，一路读到大学之后，然后可能当一个医生，当个律师，赚大钱，买个房子，生儿育女，然后平平淡淡的结束这一生，这其实还算是蛮幸福的。我不会否定这一种人生的过法，但是有些人，包含其实像我也是一样，追求的是那个最闪耀、最耀眼的那一瞬间，不需要一辈子，我们追求的就是那一个点，或许是3进武岭，或许是环北海道，或许是川藏线，或许是未来更大的挑战。至于霍诺德为什么会在攀爬酋长岩这么高难度的路线之后，还是保持了这样的冲劲、这样的目标，我也蛮能够理解的。就是毕竟人生还很长，现在还很健康。你或许在爬完酋长岩的那个半年、那个当下，你已经心满意足了。可是，在过了1年、2年之后，你又会不自觉的、本能的去追寻下一个目标。一个长途的旅程下来之后，我大概会爽1-2个月之后，我就马上规划下一趟旅程，然后并且拼命的练习复健之类的。骑车就跟人生一样，都有不同的过法。比起平稳，我更喜欢挑战一些有风险、有难度，但是会让你心满意足、回味无穷的路线。好了，那稍微喝一下可乐。马上出发，前往最后一段路，往昆阳、往武岭的路出发了 ，Go Go！ 这一条台14甲线骑单车骑了无数次，但我至今始终不敢开车上来这一条台14甲线，因为太窄了，只能在避车弯躲车会车，有时候你要把苦，后面又有车，我技术又不是很好，进退两难，就还是骑脚踏车比较适合我。下午3点半了，从翠峰、渊峰的车应该也不会再往上开了。单车车友大部分都是一早或者说夏天出发，所以像我在冬天，然后还拖到9点钟才出发的人，应该是没有。不讲话，静下心来，没有引擎声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听到山林的呼吸，有点抽象，有点文青，但是我觉得这样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昆阳就在不远处了，昆阳这个点就相对直观，眼前俗称的蛋糕坡。
一个弯一个弯往上转。现在眼前的顶点就是昆阳了，不会像元峰一样连续3个，让你猜不透摸不透，一直在努力骑。现在讲话一句话不能超过20个字，不然会喘不过来。抵达昆阳，海拔3070，距离武岭大概只剩下海拔爬升200。一般武岭的比赛关门时间会设在7个小时，现在距离武岭也在目视的范围了啊！虽然看得到，但是骑到那边没有那么简单。这样算下来，现在只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扣打，顺骑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废话就不能太多了，所以我们换颗电池，马上出发，西进武岭最后一段，昆阳到武岭，出发喽 ！Go go！谢谢 ，Saber 吗？谢谢，加油！谢谢。在远处看到那一根登山杖的形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结果没想到竟然是 X 开力吧！会喘不过气，谢谢。谢谢。没有见到你。武岭快到了。4点12分，就算在浓雾的能见度下，也可以看到前方武岭的路牌了。眼前这一段路大概30秒就可以骑得到了，所以是不会被关门。但是在这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就在想了，作为一个 YouTuber， 最关键的是什么？是风景吗？是口才吗？都不是，是嗜血、流量、标题。所以我就在这边决定停车一下啊，等一下16分的时候我们再过线，这样标题才够手动。正常骑完标题可以怎么下？西进武岭，冬天雷哥软烂骑，差点被关门，字这么多谁要看？但相反的，如果我在这边再等个2分钟，就变成雷哥惨遭关门。哇，这个标题下来一定有人看。现在时间下午4点15分，西进武岭到了，骑乘加休息时间7个小时整。7个小时，对，就爬得上来，哇，你太厉害了吧！谢谢，哇，强哦！对呀，真的厉害哇！睽违3年久违的西进武岭终于抵达了。不管时间如何，今天的骑车我觉得是非常的满足。骑车整路都是大好天气，气温也非常宜人，就连现在要下坡了，虽然起雾，但是也没有下雨，地板都是干的。但是我也大概了解高海拔骑车是什么样的感觉。像我现在在讲话啊，基本上都要突然去喘一下气，不然连续讲话的话，真的会有一种想要吐的感觉，这就是标准的高山症。但是我觉得有在骑脚踏车慢跑的人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其实蛮了解身体的，知道如何去调节。今天也算是久违的来回顾一下这个高海拔的感觉。武岭3275的海拔也是我生平除了搭飞机以外抵达过最高的海拔。我个人没有在爬山，所以玉山啊、合欢山、主峰什么的我没去过。外国人还是台湾人？这个3275的海拔，从我高三那一年就一直滞留到现在，如今也即将要迈向下一个阶段。能否完整骑完整趟川藏线还是未知数，但是海拔要超过3275，其实在蛮前期、蛮早期就可以达到这个里程碑。至于今天被关门就不要太在意啦，毕竟有载了空拍机，身体状态还在调整，再加上看一下我这个后轮。这一条后轮还是北海道的刮佛胎，回台湾第一次骑车，因为刮了一条蛮深的口子，我之前就说要换掉，但是通勤的时候骑一骑，我觉得还好，还可以再撑一下，所以就打算再撑久一点，磨耗久一点，川藏线的时候再以近乎全新的公路外胎进行比较轻松的挑战。虽然这次的西进武岭创下了我有史以来最慢的记录，甚至比我3进武岭的最后一次西进还来得慢，但是就跟我前面讲到一样，如果你有时候你不满意的话，那正是驱使你改变的一个原动力。
那我今天是没有什么不满啊。今天在武岭上面话就不多说，毕竟武岭的整条路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路线了，不需要我再多介绍。等一下我们就赶快转头下坡。我是雷哥，这一次西进武岭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